女人不理你的时候最考验你的二次吸引能力。实际上当一个人不回应你的时候，恰恰是最考验你格局的时候。你要明白成年人的感情并非真诚付出就必然能够获得同等的回报。刚开始的时候呢，对方可能会因为新鲜感和你的闪光点，在情绪推动下迅速的对你展开行动，愿意给你发展的机会。这时候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会无条件的配合。可等到新鲜感一过，或者对方发现你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的时候呢，这种好感和情绪就会快速的消散，主动性也会慢慢的下降。所以在对方不联系你，变得敷衍的时候你要清醒一点，对自己狠一点。你要做的不是沉浸在过往的甜蜜当中，更不是要通过你的真诚和真心试图去弥补去挽回。这个时候你越是往上凑，在对方眼里你的价值就越是一文不值。对方不回复你，说明对你的心动早已经消失了，过去的好感呢也荡然无存。你去质问或者追问都改变不了任何的情况和事实，反复的纠缠只会激起他的抵触情绪，进一步坚定他不回应你的态度。你要明白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往往不是你不够真心，对他不够好，也不是对方理性上不认可你，而是本能层面的好感消失了。就算你真的对他好的挑不出毛病，对方还是会因为缺了情绪上的喜欢而拒绝你。这个时候呢，二次吸引的考验就来了。只要做到以下3点，你就能够逆风翻盘。第一，不要追问原因。对方不回应变得敷衍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理你的女人，不代表以后也不理，但她绝不会因为你的追问就愿意回复你了，反而会觉得你第一次她的样子很不成熟，很掉价。感情本来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你没有办法用讲道理、将心比心这些东西来劝他喜欢你。你跟他讲你们多般配，你会对他多好，都是在用逻辑说服他。他没有情绪上的喜欢，还是会因为没有感觉拒绝你。其实女人都是在用感性思维选人的，恋爱就是围着感觉下功夫。有感觉了，自然能找到喜欢你的理由；没有好感了，也总能找到拒绝你的借口。追问原因毫无意义，不要整天去揣测他是怎么想的，研究来研究去，不仅没有用，还可能迷失自我。一个自己都找不到的人，只会在他眼里成为一个弱者，好感更不可能会有。第二，找回心理优势。当你开始觉得离不开某个人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往往已经倾斜了，你早就处在感情的低位了。低位倾斜的时候，不要想用低位去补高位，你最该做的是拿回自己原本的主动权。这段关系里，你越是非他不可，他越觉得你可有可无，他觉得你高攀了，你越忐忑不堪，他就越肆无忌惮。当天平彻底歪了，你们的关系就差不多的走到头了。那怎么找回优势呢？核心是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和情绪的主动的主导权全部绑在他的反馈上。女人喜欢你的就是最初的那种自信做自己的那股劲儿，不是现在这种患得患失把它当做全部的样子。所以你该社交社交，该搞事业搞事业，把自己的事儿放在第一位，他才会觉得你很有价值。感情里不是付出的多就一定会幸福，有时候你掏心掏肺也换不来他的爱，这就是事实只有想通了，坦然接受，关系才能回到平衡。第三，学会给对方价值。你给女人发消息不是为了让她关注你，表达你的渴求，而是创造展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当她感觉到你有亮点，过得精彩，能给她提供价值的时候，就会自动触发那个感觉开关，主动找你。二次吸引也是这个逻辑，想让她主动，你就得用全新的面貌重新引起她的好奇。你要让她看到，没她你也能把日子过好，你有多余的价值，她才会动心的靠近。反过来你把自己搞得乱糟糟，痛苦的等他来拯救你，这种吸引很难产生。男女关系最大的矛盾点就是女人想找足够出色能给她带来价值的男人，又希望对方呢能够迁就自己。可多数男人呢只看到了迁就，却忽略了提供价值这个前提。你要知道，在他重新对你产生好感之前，他在忙什么，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好好睡觉，这些琐事都跟你没关系。你要是没有能力能给他提供价值，就只能陷入廉价的讨好。你以为自己是在以心换心可在他眼里，你这些行为本质上还是在索取他的关注，索取他的回应，索取他的爱。所以说到底，解决一切问题的最优解从来都不是卑微的迎合，而是先找回你自己的主体性，先把自己的价值提上去。明白了吗？